白志成这条疯狗啊，他终于是不叫唤了。这帮美国鬼子，口口声声说要帮助中国维持和平，啊，那狗日的炮弹，差点没把老子的耳朵给震聋了。黄司令，黄司令啊，部队伤亡大不大？阵亡40人，受伤200多人。哦，黄司令，我们急需药品。哎，周凤，你去一趟朝江府，想办法搞点药品回来。好，不行，白志成现在像疯狗一样，太危险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先回周村，让我姐出面想办法。白志成受了挫，暂时不会攻打老爷岭。匡兴，你带几个人和周凤一起下山，记住，一定要安全第一。是，是。你们俩注意警戒。谁呀？婶儿，是我是周凤。真的是你啊，周凤。我姐在吗？自从你把甜甜送来之后啊，周丽一直住在这儿。快进去吧，我在这儿警戒。跟我一起进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警戒，快去吧。好。周丽，周丽，周凤来了。你这么着急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让你帮我办点事儿。你看，这个药品。你要那么多药干什么？这些不是我要的，是你二姐托我买的。彩儿，本来不想把你牵扯进来的，可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。这些毕竟是救命的药啊。二姐现在还好吧？不好。彩儿，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，我就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现在毕竟是白家的媳妇。大姐，你放心，这个忙我一定帮。哦，对了，二姐现在还在周村吗？她哪敢留在周村，已经回山里去了。彩儿，这些钱是买药的钱。等好了，你把药买齐之后，就送到钟庙去，那里有人接应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，要注意啊。
彩儿，都办齐了吗？放心吧，办齐了。二姐呢？她还有事儿，放着吧。都搬过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出大事儿了！出大事儿了！周丽出大事儿了！二婶，怎么了？你大伯子派人把甜甜给带走了。带走了？爱国呢？爱国没事儿，在家正哭呢。二婶，你帮我照顾一下爱国，我去就来。好。黄司令，周凤，东西都置办齐了，齐了。啊，太好了，赶快把药送到刘大夫那儿去，啊。去吧。哎，周凤，这次周丽和彩儿帮了不少忙，日后咱们要好好谢谢他们啊。好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黄司令，周凤，我刚刚听取药的人说，白志成派人把甜甜抓走了。什么？你姐和妹妹已经去朝江府了。哎，周凤，周凤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去找白志成，我要找他要人。哎呀，你现在去找白志成，不等于又送个人质吗？我不管，我要救甜甜。哎呀，周丽和彩儿已经去了，你要相信你的姐妹，一定会把她救出来的。老黄，咱们的甜甜不会有事儿吧？啊，不会有事儿。啊，父，咱们回去，走。朝鲜国民政府的议政员，你为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妹妹养孩子，这就已经触犯了党国的利益。但我对这事儿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你通过彩儿为共产党买药，这可就是杀头的大罪。你不要用杀头的罪名来恐吓我们。买药是我自愿的，和大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哥，你们不是已经把周凤姐赶到山里了吗？你就不能放手吗？书呆子，你懂个屁呀！对共产党，那就要赶尽杀绝。你们别忘了，你们三个可都是我们党国这边的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总得为父亲想想吧。白军长，谢谢你把孩子给送回来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麻烦彩儿了。不过也请你以后不要在孩子身上打主意。不管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恩怨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爹，你慢点儿。啊，住的地方你孙伯父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。李叔叔说了，你们还年轻，先从讲师干起吧。谢谢爹。还有啊，听说共产党在大学里活动猖獗，你们千万不要受影响。我们要是会受共产党的影响，就不会离开朝江府了。干嘛非要去当老师啊？你们加入我们军统，为党国效劳，大好的前途等着。现如今，最有前途的就是军人。哥，
军人是你崇尚的道路。我和彩儿认为，中国需要强大，基础应该是教育。志武说的对，现在的军人太多，教师呢又太少，这种情况不改变，中国永远都不会强大。既然你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那就好好干吧。是，父亲。是来，彩儿。南迷，是你，进来。李姐，那个山上最近比较困难，药钱恐怕要缓一缓才能给你。这不着急。爱国在吗？这是我给他带的东西。啊，玩具啊！他看了一定高兴。走。
你说白志诚在周村把你们给拦住了，最后却连人带药就把你们给放了。是啊，要不然我现在能在这里，你们能看到这份报纸吗？他没向你提什么要求吗？他就让我把报纸带回来，然后他说让那个黄司令好好考虑一下以后的出路问题。哎，主副政委，听您这意思，您是不是觉得我跟白志诚有什么交易啊？现在延安已经失守了，形势十分严峻，越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越要防备有人背叛革命。老黄，我的意见，立刻恢复锄奸队，由我来兼任锄奸队的队长和政委。主副政委，你也太小看我罗南民了，我怎么能背叛革命呢？你坐下，以后每一个进出宛山的人都必须接受检查。老黄，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形势啊是很严峻，但是还没有到草木皆兵的时候。还不到草木皆兵的时候，连延安都丢了，白志诚肯定会用各种手段向我们下手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纯洁队伍，把一切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。我不同意楚副政委的判断。我认为延安不是失守，而是党中央主动放弃。主动放弃？我们怎么可能主动放弃延安呢？同志们，延安是什么？是革命的圣地。楚副政委，你仔细看看这些报道。从3月11日，美国专家组撤离，到3月19日，胡宗南占领延安，除了几次飞机轰炸，连一次像样的战斗都没有。这能说明什么？只能说明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。匡兴同志分析的是对的。老黄，根据咱们这段时间的情报来看，内战打了大半年了，可是蒋介石他一点好处也没捞到啊。怎么没捞到？不是又把我们赶进山了吗？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，整个潮江地区只有白崇山一个集团军驻防。我分析，蒋介石他的战线拉得过长，他呀，快控制不了局面了。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该有机会了？我们啊，要做好两手准备，既要防止形势的恶化，也要积极的开展工作。哎，老王、匡兴，你们两个要掌握好部队，防止白志诚搞突然袭击。好，周凤、小高，你们两个要继续发展地下联络组织，把我们的力量尽可能的向外渗透。是。那锄奸队什么时候成立？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。到今天为止，已经整整3年了，日子过得真快呀。你知道吗？咱们的爱国已经长大了，长高了。他跟你一样聪明、可爱。我现在最大的安慰，就是咱们的爱。理解。
办公室这里没人，我就写了张假条放桌上了。你写假条了？你写假条得有人批准吧？谁批准你了？谁看见了？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？这叫逃兵。我不是逃兵，打死我也不会当逃兵的。你还不承认？我小罗，你也是老革命了，做事要有个大小轻重。现在的形势多严峻呐！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做这种事儿造成多坏的影响？宣传部长，暂时你别干了，回去写份检查吧。哎，老黄，最起码得关他几天禁闭吧。照我说的办。我接受处分，回去写检查了。哼！哎，你站住！我姐她答应你了吗？没有。我就知道她不会答应你。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她答不答应是她的事，我该做的我一定要做。我不想以后再后悔。哎，你看到甜甜没有？司令，请指示。你过来，马上集合你的主力部队，到霍山一带布控防线，围堵共党刘邓部进入大别山。我认为共产党这么做无异于自杀，应该让他们早点进去才对。为什么还要堵啊？如果是1年前、半年前，甚至3个月以前，你这么说还有点道理。自从我74师主力部队在山东被歼以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我看，共产党这步棋很有深意啊。有什么深意？无非是他们看形势不好了，躲到深山老林里去打游击罢了。不过我这么一走，倒是给皇城一次喘息的机会。宛山本来就是大别山的余脉，如果刘邓进了大别山，那皇城很有可能带领部队跟他们会合，所以围住大别山就等于防住了宛山。记住，一定要学会藏，要保存住实力。有实力，什么时候都有你的位置。是。哎，老王啊，你这又忙活什么呢？咱们又在这2个乡恢复了地下组织。你看，说你净做这些个无用的工。你说咱们等了这么久了，好不容易跟刘邓大军主力挂上钩，马上就要跟着他们进大别山了，你还弄这有什么用啊？谁说咱们要跟着主力走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？怎么着，你还要在老爷岭这破地方待一辈子啊？我倒觉得老爷岭这个地方挺好，咱们在这儿啊住了这么多年，都住出感情了。哎，老黄，哎，什么时候出发？出发？去哪儿啊？你别跟我打马虎眼，迎接刘邓大军呢。这个匡兴他们不是早就去了吗？啊？不是你又把这么好的活交给匡兴了？哎呀，我说老楚啊，你是不是以为匡兴他们就不回来了？那他们只是接应一下，带个路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那我们还在这继续待下去？不会待多久了。报告。周放，白志成带人到霍山围堵刘邓大军去了。我看你趁这个时候回周村一趟啊！你们早就想去看甜甜吧？太好了，我走了。啊。姐，我回来了。凤儿，你回来了。南民也来了。哎，甜甜呢？哦，那个22，哎，快把甜甜抱出来。来了。甜甜，快来，来，妈妈抱。来，乖。哎呀，妈妈抱是妈妈，妈妈抱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熟了就好了。哎，甜甜，那个爱国呢？哦，在后院呢。哦，在后院。甜甜，妈妈抱抱。哎，要不我带着甜甜去和爱国玩一会儿。舅妈，我们过去吧，让他们进来聊。啊。凤，没事，1年多不见了，他认生。来，快坐。
姐，这1年多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凤，你瘦了。山里的日子很苦吧？还好，除了想甜甜，其他一点也不苦。姐，南明哥他，姐夫都已经走了3年多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尝试接受南明，给他个机会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他天天等着你，他真的爱你。可我爱的是你姐夫，可是姐夫已经走了。他虽然走了，可是在我心里，只有你姐夫。好了，凤儿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凤，这仗总有打完的时候，不管是谁胜谁负，我都不在乎。我牵挂的是你跟彩儿。姐，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在我们这一边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和彩儿受到任何伤害。父亲，这是孙伯父和李叔叔给您带的礼物。哦，这2个老朋友总是这么礼数周全。志武啊，记住，提醒我晚上打个电话，向人家表示谢意啊。好的，父亲。假期结束后，你们还回南京吗？不回去了。南京现在已经快变成一座空城了。这个假期结束，返校的学生会更少。现在各个大学几乎无人可教了。不回南京也好，我看你们去朝江中学吧。哎，堂堂一个大学讲师，跑到中学当什么老师嘛？依我看，干脆你们俩加入我们军统。对了，现在应该叫保密局。我和彩儿呢是不会加入任何党派的，也不会去加入你们军队。我们已经商量决定，去东北办学。我说你们俩啊，真是书呆子。那地方现在早就兴工了，现在去，就算你们有本事通过层层关卡，到了地方，就凭你们俩的身份，你以为共产党能容得下你们吗？你大哥说的有道理啊，看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糟糕了。志武、彩儿，你们就先去中学吧，实在不行，我送你们去美国留学。爹，这几件事啊，要抓紧时间定一下。好，定不下来，后面的王司令，我来了。好，坐吧。坐吧。那咱们就开会吧。上级交给我们纵队的任务是，给大别山、刘邓大军搞粮食。经纵队研究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3个人。有什么想法说说吧。朝江地区是鱼米之乡，粮源不成问题，问题是怎么收怎么运。经过1年多的工作呀，我们在朝江地区的地下组织基本恢复了，搞一点粮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要筹备的是大批的粮食，而且要持续一段时期，开一个公开的收购点，我看是必须要有的。我想可以在朝江府开个粮店，以粮店的名义收购粮食。关键是谁来开这个粮店，既能够帮助我们，我们又能够信任他。因为这个收购粮食的款项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我觉得我姐可以试着开。周峰同志，你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？你想想，你姐姐是冯江北的遗孀，是国民党政府的挂名高官要员。另外，我提醒你，你姐姐对你这个共产党妹妹还不十分认可。可是她一直在帮我们呢。楚副政委，你别忘了，国民党里有很多官比我姐还高呢，他们一样被我们争取过来了。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试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粮食。周凤，你想尽办法劝劝你姐姐，让她出面替我们开粮店。好。凤姐，怎么了凤？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行吗？什么忙？你说。离开周村，去朝江府，
去那儿干什么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在大别山里有同志没有粮食吃了，我们又进不了山，山里的同志都快要饿死了，需要大量的粮食。我们想让你在朝江府开个粮店，帮助我们收购粮食。大家觉得你最合适了。哎呀，凤，你说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姐，你让我做生意呀，你们共产党还不赔死啊？不是让你真的做生意，而是用这个粮店做掩护，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替你打理的。姐，帮帮忙吧。好吧。哎呦，姐，你呀，太谢谢你了。金总，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周立周委员在朝江府开了个粮店，正在大量高价收购粮食呢。周立开粮店，还高价收购粮食？啊，你知道他收的粮食都运到哪儿去了吗？这个暂时不知道，但是他开的粮店就在五福药店旁边，这会儿他正在粮店里忙活呢。你去查查，看他收的粮食都运到什么地方。是，是。陈年好麦73斤整，银元1块，法币638元。下一个。200斤整，200斤整，银元2块，法币600元。下一个。周老板，路上小心点。220斤整，220斤整。你就放心吧，我那10万斤到你，2个时辰之后就能到。行，只要你货一到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冯太太够爽快，我先告辞了。慢走。下一个。180斤整。怎么样？比预想的要好。你赶快派人去东门接货，我来替你。好嘞。2等精米321斤。2等精米321斤，银元3块，法币800。哎呀，好一个精明强干的女掌柜啊！哟，白郡长来了，快，屋里请。好，不必了。我看你还是跟我去一趟吧。我是想好好听听你的生意经。好，小吴，把今天的货称一下，尽量早点入库。今天的生意就做到这儿吧。哎，走吧。请。快走！军长，周丽啊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次又是为了姐妹之情，帮周凤干活了吧？白郡长，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大别山共党缺粮，你就开起了粮店。
你为什么让大姐做这么危险的事儿？过来说。她是你大姐，你怎么能拿大姐的命当儿戏呢？彩儿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。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。慎重考虑，就是利用大姐的身份为你们共产党做事儿，真卑鄙！哎，好，我承认，我是利用大姐的身份，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大别山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粮食，只有大姐能帮助我们。那大姐的命呢？大姐的命就不值钱了吗？我不……哎呀，别吵了，这样吵有意义吗？伯父，谢谢您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我想先走了，我店里还在忙。啊，生意要紧，我就不留你了。李管家，老爷请吩咐，替我送送冯太太。是。另外，把我交代你的事儿办了。是。太太请。父亲，这事儿就这么算完了？那你要怎么样？把他交给保密局领笔赏金，起码把那批粮食截下来。这分明就是给共产党的嘛！那你一个军长劫粮是什么原因呢？志成，人至察则无徒，懂吗？再说到现在也没有人证证明人家是通共啊！你要把这个事情挑明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？你知道我让李管家干什么去了？我让他把咱家朝东粮仓里所有的余粮，通通卖给周丽了。父亲，父亲，你怎么能把粮食卖给周丽呢？志成，今日不同往日了，眼下的形势已经不容我们和共产党拼命，我们只是保存实力，而且还得留余。南民，丽姐，怎么了？白志成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丽姐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要不这样，等完成这次任务之后，你就别干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那我现在先回去跟周凤商量一下，还是换别人吧。如果能换人的话，凤不会来找我的。我们毕竟是亲姐妹，她在这个时候有了困难，我不能看着不管。也是。丽姐，其实我有一些话一直想跟你说。南民，不该说的话别说了。你回去告诉凤，就说这一次的粮食都收够了，白崇山把他们家粮仓里的粮食全都卖给我了。那行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多保重，注意安全啊！你也路上小心点儿。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白崇山这个人啊，还真有意思啊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国民党的老军阀、老官僚、老腐败分子，当然他不会错过任何捞钱的机会了。我看白崇山此举是另有用意的，他是不想让我们的粮店在朝江府再开下去。我让周凤的姐姐已经离开朝江府了，以后我们再需要粮食，会想别的办法。啊，司令员电报。暂时啊，不需要粮食了。刘邓大军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，这是上级给我们纵队的嘉奖令。哎，你们3个人任务完成得很好。是啊，这样一来，也不用为周玉姐担心了。我说你当初那么自告奋勇的抢着去运粮食呢，原来是有点动机不纯呐！啊，什么叫动机不纯啊？我看把革命工作和追求感情结合在一起挺好。小罗，你这事要是成了的话，那我还得管你叫姐夫呢。
哎，行了，别拿我这开玩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向老伴儿道歉啊。哎，毛主席已经离开了延安，看来是要打大仗了。白崇山和白志诚已经没有精力跟咱们找麻烦了，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的。您生病了，带我去请医生。回来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可是形势坏得很呐。形势？可我今天在报纸上还看到蒋委员长视察东北战区的讲话，说是形势一片大好啊。报纸上的话你也信？如果东北没有问题，那委员长能亲自去吗？东北危机离我们远呐，影响不到我们的利益。华东就不一样了，豫东战役大败，接着济南战役再败，不到1年的时间，从东北到河北，从山东到河南，有10几个城市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。看这意思，接下来共产党就会把战火引向徐州了。志诚啊，我现在只能称病不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咱们整个部队被调到华东战场啊！这共产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可在我看来，他们无非是躲在大别山里打打游击什么的，还能怎么样？共产党打仗，什么时候也没有把一城一池当一回事儿。他们要的不是地盘儿，要的是整个中国。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队伍，保存实力。您放心吧，在这个形势下，我是不会和共产党的正规军去硬拼的。你马上把部队撤离金家寨，到开城一带驻防。撤离金家寨？对，那不行，我这么一走，那皇城不就又打回来了吗？现在的问题不是皇城，而是要保证我们撤退到长江的安全通道。不会吧？这我们还不至于被共产党赶到长江以南吧？哦，周芳，看你的脸色我就知道，准是又吃了闭门羹吧？哈，看来你姐姐啊，真是对我们不感兴趣啊。我倒不担心她加不加入我们，我只是觉得她不该这么苦下去了。总想着姐妹俩能天天在一块儿陪她聊聊天儿，也算对她有个补偿吧。这倒好办，她不愿意上山来，我们可以下山去嘛。到时候你们姐妹两个团聚的时候可多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老黄？周峰同志，咱们马上就要返回金家寨了。真的？哎呀，这白志诚啊，比日本鬼子强一点啊，没有把咱们的司令部给毁掉。哎，我说老楚啊，你和小罗找几个人把环境布置一下啊。好，走。哎，老王啊，以后后勤和生活问题啊，就由你来负责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安排的舒舒服服的。啊，放心，周峰，你们马上布置召开会议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的县级干部都公开办公啊！行。
姐，又想姐夫了？你就真想这么带着爱国一个人过下去吗？我总觉得你姐夫他还活着。如果是他还活着的话，我们两个一定是在州村耕田种地呢。妈，你说南明这个人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了。你赶紧帮他找个女人吧。我怎么给他找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哎，他比你还倔呢，心里全都是你。算了，收起来吧。哎，父亲，上峰来电，让你去参加高层会议。该来。大势已去，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哎，老王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啊！黄伯韬的兵团被干掉了。我说你这个消息灵通人士，今天怎么落伍了？这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。老王，你不够意思啊！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啊！自从你把你那个媳妇儿送到野战军主力部队，你天天扎在剧团和医院去检查工作，我们怎么找你？我怎么告诉你啊？我媳妇儿怎么是我送走的呢？明明是她觉悟高，自己主动要求到主力部队去锻炼的嘛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高兴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老黄，啊，毛主席11月4日在写给新华社评论的文章里说道：“再有1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垮。”哼，照着淮海战役这个打法，我看用不了1年，用不了。全国解放的时间啊，我不能保证，但朝江地区的解放是指日可待的。哎，老丑啊，我们做出的争取白崇山率兵起义的计划，上级已经批准了。我和老王啊，正在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。好啊，想当年咱们在老爷岭和这个金家寨没少接到这个白崇山的劝降书，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嘿，这个任务交给我，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最在行。你，就你那张臭嘴，即使这个白崇山他有点投诚的意思，让你那么一说，也得把人给说走。不，老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除了天天跟我对着干，你就没点别的吗？别说我嘴没你说的那么臭，就真的那么臭的话，怎么我就是劝降一个国民党反动派，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吧？老楚，你还绰绰有余呢？你们两个，这个白崇山狡猾的跟鬼似的，你斗不过。坐下，你们两个就别争了。哎，我看啊，这项工作还是交给匡兴同志来负责。又是匡兴？怎么在咱们纵队就一个匡兴？怎么什么重要任务都交给他呢？这叫能者多劳。黄司令，这事儿既然已经这么定了，那么我现在就通知匡兴。
你这精神头儿可是不多见的，是不是想跟我来个先礼后兵啊？啊？你还不知道他呀？他是想求你安排他负责鲁村一带的工作。南明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该为你的痴情感动呢，还是为你的执迷不悟悲哀呢？工作的事，回头再说。如果哪天我见到周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做他的工作。行，谢谢你了。啊，那我给他们拍照去了啊。好，来，照相了啊！来，照相了。哎，来，照吧。好，1、2、3。哎，好一场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啊！你们几个在这悠闲，真以为朝江地区就是我们的了？哎呀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该偷闲的还是可以偷闲的。就是嘛，老黄说的对。哎，我说小罗啊。你们4个以前在游击队的时候，那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！啊，我相信这次也一定成功。啊！哎，父亲，您该约束一下志武和彩儿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们还到周村到处乱跑，这万一被共产党抓去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朝江地区共产党的最高头目是黄成。黄成是彩儿的二姐夫，你暂时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安全担心。再说，共产党现在要跟我拉统一战线，他们见了志武和彩儿，一定会客客气气的。共产党和你搞统一战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要我武装起义。看。这是黄成给我的劝降书，字还写得不错，文采也可以。记得我说过，他这个小子是个人才。现在看来啊，我们还是低估他了。哼，自不量力！要不是徐州战事吃紧，我非带人夺了他的狗屁司令部不可。志成，别发火了。啊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我早就想过有这一天了，就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这不，我还得给人家写回信呢。人家是客客气气，咱也不能缺了礼数啊。我就不信，我们在徐州的80万军队，就抓不住共产党。如果共产党没有这个把握，我也不会收到这样的信。父亲，那你怎么回答皇上？怎么回答？不管是共产党、国民党争出个什么结果，我白崇山还是白崇山。
跟我去朝江府吧，就当是散散心。去那儿干嘛？那毕竟是国民党的地盘，多危险啊！没事儿，我这次去啊，就是为了见白崇山。见他？见他干什么？姐，你应该知道的，我们在东北打了胜仗，徐州会战也胜利在望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性的胜利。为了能早日解放朝江地区，也为了彩儿，我们想去和白崇山谈判，争取他率部起义。伯父同意吗？所以我才想去当说客嘛，也希望我们三姐妹在那儿聚一聚。我不想参与政治。再说了，我觉得白伯父不会同意，你去了也是白去。我也挺担心这个的，但是我还是要争取一下吧。我希望伯父他能早点看清局势，顺应潮流。中国有一天注定是要改变的。二姐，彩儿，你要讲什么道理啊？什么形势啊？什么潮流啊？我看最好省省力气，别再打大姐主意了。我今天不光要劝大姐，我还要劝劝你们俩呢。志武、彩儿，我刚才跟大姐说了，过2天要去你们朝江府见白伯父，我想争取他率兵起义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。二姐，我和彩儿呢，不参加任何组织，不懂政治。我父亲呢，我知道你们一向是中立派，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，就算是为了伯父好，你们都应该。二姐，你既然知道我们两个都不帮你，就别再费劲儿了。彩儿，走，爱国、甜甜，看看小姨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这个白崇山也太不识相，我看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他不愿意投降吗？好啊，那咱们就和他动真格的。我说老楚啊，动真格的，你拿什么和白崇山动真格的？哎，早知道胜利来得这么快，我们当初就不该把咱们的主力送走。老黄，你跟上级请求一下，随便什么中野、华野啊，哪地方给我们调了一个主力师，再加上我们纵队的人手，收拾个白崇山，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从近日白崇山频繁换防来看，他已经做好了退守长江的准备。朝江地区和平解放指日可待。我想，如果能把白崇山给争取过来，那就算是我们为今后全国解放做了一大贡献。是啊，对将来的渡江战役肯定会起到积极的影响。我看，我们还有很多有利条件来争取白崇山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在咱们朝江中队，白崇山最看好的还是匡兴了。没准啊，用你那3寸不烂之舌，兴许就能说动白崇山这个老军阀。朱副政委，我的能力你估计的过高了。不过我确实有去朝江府和白崇山面谈的想法。白崇山是蒋介石的嫡系，单凭一封信啊，确实很难打动他。我看，我们还是当面锣，对面鼓的谈，还是由我出面，这样也显得有诚意。那不行，白崇山我倒是没琢磨透，可这个白志诚那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黄司令，我也觉得匡兴去比较合适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匡兴，担子很重啊，你好好给我担着。是。黄司令，我请求和匡兴同志一块去朝江府见白崇山，毕竟我们2家关系不一般，我去好说话。我反对，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。黄司令，你曾经明确指示过，由我来协助匡兴同志做好白崇山的统战工作，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去朝江府。好吧，周凤，你和匡兴一块儿去。小高、小罗，你们2个人要做好接应准备工作。是。匡兴，要记住，即使和白崇山达不成率部起义的目的，也让他明智地离开朝江，不要让他在临走之前欠下血债。是。报告军座，共产党朝江纵队匡兴和周凤求见。就他们2个人吗？是的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考虑他们身份特殊，暂时让他们在警卫连会客厅等候。安排他们到别院住下，就是我军务繁忙，暂时没有时间接待他们。是。
咱们这算是被软禁了吧？既来之则安之嘛。你事先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？这样看来，白城山起义的可能性不大。那你还坚持要来？只要有1%的希望，就要做100%的努力。如果成功了，于公对我们还有他们都可以少流血，于私你们姐妹也可以常团聚。如果白崇山一旦南撤，搞不好把彩儿也带走了。不过现在呢，不能着急啊。周鹏，你看我们现在难得有空闲时间，你给我讲讲你父亲吧。他和白崇山是好朋友，我想对我掌握白崇山的心理会有作用。你要是想听我就说，可是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几句话就能说完的。你父亲的忌日快到了。对啊，是我父亲的忌日，你怎么能记得住啊？我当然记得，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。丽姐，丽姐，啊，南明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慢慢说。周凤他们俩跑到朝东县找白崇山谈判去了，到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，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啊！走，走。君佐，您的信。君佐，什么事？说。共产党那边的匡兴和周凤来咱们朝江府找司令员谈判，就住在咱们别院里。这2个人的胆子也太大了。好，既然他们敢来，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打扰了啊！我来是想问一下，周凤是不是来找您了？哦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都忙昏头了。是，周凤和匡兴是一起来的，我让他们住在别院，我本该早点抽时间跟他们谈一谈，我给忘了。您看，您是看着周凤长大的，她的脾气您最了解。虽说现在成家了，结了婚，可是他的脾气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如果他哪个地方得罪了您，您尽管骂他，可是还请伯父您千万别为难他。这回可不是周凤年轻气盛啊，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，说白了，这回是周凤来给我这个伯父机会来了。伯父您真的这么想？是啊。如果伯父真的这么想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伯父，后天是家父的忌日，还请您请周凤早点回去。周丽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误会啊！我一点为难他的意思也没有。如今大厦将倾，我是身心俱备啊。我说，你们2个人胆子真不小啊！堂堂的国军司令部，你们也敢来啊？有什么敢不敢来的？白志成，咱们都不是孩子了，也彼此了解。现在的局势你也很清楚。我们这次来呢，是想给你和伯父指一条明路。少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，你们不就是想吃掉我们的部队吗？但是你们不量量，有那么大的胃口吗？在东北战场，我们吞了47万。徐州战场，现在这个结果我们还不能确定，但按照你们投入的兵力来看，应该不下50万吧。这几年，共产党的胃口一直是不错的。我说匡兴啊，你别太得意，不错，
国军是吃了几场败仗，但是你也别忘。白司令，你好。坐下谈。怎么样？这里还住得惯吧？白司令，您的手下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。伯父，您应该也知道我们这次来的意图了吧？我当然明白。凤儿啊，这些天我很犹豫，所以迟迟的没有来见你们，见谅，见谅啊。那您现在决定了吗？二位，老朽已经老了，当了一辈子国军，吃了一辈子皇粮，能改的早改了，没有改的，恐怕也不好改。共产党做天下是大势所趋，老朽承认。这一步棋，明知道是死，等到该走的时候，也容不得犹豫啊！哎，让二位失望了。白司令，打扰了。不送，愿二位大展宏图。再见。放手。凤回来了，彩儿又不回来了。天下太平的日子，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。阿叔，就快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凤儿，有你这句话，叔可就有盼头了。你说我怎么那么担心彩儿啊？她不会真的跟白家走了吧？我也说不好，她毕竟是白家的人。自古咱女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她没有别的选择。可咱们是亲姐妹，我也不希望将来咱们天各一方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凤，我去把她接回来，我去找她，我的话她还能听。今天我们全家聚在这里，我这个家长心里很沉重。当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家离开了朝江府。今天又到了该选择去留的时候。我是个军人，根据命令，
我和志成必须带着部队过江。你们呢？是去还是留？大哥，我们全家跟你走。姐夫，我们不跟着你还能去哪儿啊？留在这儿，那还不被共产党给共产了？大哥，我们这一去还能回来吗？爹，我们现在跟着你过江，如果长江再守不住，我们还能退到哪儿？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过江之后，全家就着手往台湾岛转移。爹，我不想过江，更不想到台湾小岛上去。父亲，彩儿不想走，我也不走了。还反了你呢？志武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走。还有彩儿，如果你还想做白家的人的话，那你必须得走。大哥，你和爹都是军人，我理解你们的选择，也尊重你们的选择。可是我和志武，我们和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，为什么非要逃到一个小岛上去呢？没有关系。那我问你，你们现在住在哪儿？白家的公馆，吃的什么？是父亲的官饷。你们进进出出的汽车是谁提供的？你们以为你们留下来，共产党会欢迎你们吗？别做梦了！我告诉你们，共产党一定会把我和爹的账都算在你们头上。我不相信，我姐就是共产党。虽说我不赞同，可她从来没有把我当做敌人啊。你少打你二姐的主意！我告诉你，你和志武必须走。哥，你总不能把你个人的意愿强加在我们身上吧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好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哎，凤，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我帮你收拾点东西。我希望你和爱国都去金家寨住一段时间。凤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那儿住干嘛？我不会加入你们的。可是我怕白志成逼着你跟他们走啊。我又不是白家的人，他们干嘛逼我呀？你别忘了，你是冯江北的太太。姐夫可是蒋介石嘉奖过的国民党英雄啊。对了，彩儿那边怎么样了？彩儿跟志武要留下来，可是伯父不同意。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留下，剩下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哎呀，姐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白家的人一走啊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周村来住啊。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周丽母子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哦。甜甜啊，非要待在她大姨家，我就没带她回来。这孩子，把你大姐当他妈了。哎，等打完仗，咱们好好补偿一下这孩子。这些年我一直没好好照顾他，不称职啊。对了，彩儿和志武都不想随白崇山过江，你看，咱们是不是想想办法帮帮他？这事儿你拿主意，只要你拿定了主意，我让朝江地下组织啊来配合你。谢谢啊。早点休息吧。好。虽然我们跟匡兴签订了协议，可是防范工作可要做得缜密一点。放心吧，父亲，我的心里啊，一直憋着一股火。匡兴要是胆敢阻止我们去江南布防，我会狠狠地教训他们。平安无事最好。现在马上就要行动了，您看，我们是不是把志武和彩儿先保护起来，以免他们做出有辱党国的事情来？还有，我想去趟周村，把周丽母子两个人一同接过来，一起过江。他们是我们党国的一座活牌坊。好吧，那你去做。哎，知武和彩儿在家吗？没回来。快把他们找回来。好。
是我们真要离开长江府，和国民党政府一起去逃亡吗？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，我就陪着你。那你不想留下来吗？一直以来都是你做决定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走了，我大姐、二姐还有爱国该怎么办啊？我会不会永远都见不到他们了？彩儿，虽然你嫁人，但是只要你决定，我愿意听你的。可是如果我要留下来的话，你和爹还有志成哥，也许就天各一方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是。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！要天各一方了，真是世事难测，挣扎的选择。但是，我曾经在你父亲墓前发过誓，你是我的灯塔，是我的航标。你做决定吧。好，你跟我来。赶快里边请。大家都快点，轻一点啊！里边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！志成啊，记住，这儿是我们的家。就算是爹死了，也别忘了这扇门。放心，我知道。司令，慢点。
金总，动手吧。算了吧。